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棋盘格围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先来编织围巾，这里围巾织好后，可根据喜好选择是否安装流苏。如果需要增加，可参考单独录制的流苏制作视频。下面我讲解一下围巾的编织方法。这款围巾采用边织边起下针的方法，来回往返片织。编织前，如果是制作流苏款，需要单独预留30米左右的线。大家可以将线绕成小团，然后放置一旁备用。预留好后开始起针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这里颜色和线材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将线打一个活结。左手拿起一根半针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一针。右手用握笔的姿势拿起另外一根半针，将线在右手的小拇指上绕一圈，用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。这根线放在食指与中指之间。这就是编织的基本姿势。接着将右针放到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。右手食指带线，绕线，将线挑出，套到左针上。线不要拉得太紧，不然后面不好挑针。这是第二针，继续起针。右针放在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这两针之间。这里是线圈之间，不要穿到线圈里面。绕线，挑出，套在左针上。这是第三针，注意线不要拉得太紧。继续起针，穿入线圈之间，绕线，挑出。这是第四针，每次入针都是在两个线圈之间。继续边织边起下针，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我小样针数略少，具体大家参考图纸。起完需要的针数，这就是小样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下面织第一行，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是从右往左观看。第一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。将右半针放在线的上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。注意是穿入线圈，不要穿到线圈之间。然后右手带线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左半针的线圈。这样一针下针就织好了。第二针仍然是下针符号，继续织下针，线在针的下方，从上往下穿入线圈。
绕线，挑出，放开线圈，又织好了一针下针。后面继续织4针下针。完成后，往下图解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，将线绕到右半针的上方，然后从下往上穿入左半针的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左半针的线圈，一针上针就织好了。后面继续织5针上针，线在针的上方，从下往上穿入左半针的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放开线圈，又完成一针上针，再织4针。完成后，图解又是6针下针符号，对应织6针下针。注意上针换下针时，需要将线放下来再编织。之后是6针上针符号，对应织6针上针。往下就是交替织6针下针和6针上针。这里下针织完后，下方是一个个的辫子形状，这是下针纹理。上针织完后，下方有一根线横在当前线圈的上方，呈瓦片形状的纹理，这是上针的纹理。往后边织边核对针数，可以参照纹理来核对。同时，我再强调一下，上针换下针时，线一定要放下来。按照这个方法，将这一行剩余织完。此时小样的第一行就织完了。如果最后一针的动眼比较大，可以抽紧起针的线头。
这就是小样第一行完成后的效果。接下来织第二行，需要翻面。这一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同时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第一针是划针符号，这里下方是上针纹理，则将线放在针的上方，然后以织上针的形式将左半针的第一针挑下，不织。这样一针划针就完成了。第二针图解是下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上针，对应编织。后面继续织4针上针。完成后往下是上针符号，相反针法编织下针，则织6针下针。后面大家除了可以对照图纸，还可以根据纹理进行编织。遇到上针的纹理，编织上针。遇到下针的纹理，织下针。这一行仍然是6针上针、6针下针交替编织。按照这个方法，将这一行剩余织完。织完最后一针，此时小样第二行就织好了。往下织第3行，翻面。这一行在正面编织，图解右往左观看，同时直接编织图解对应的针法即可。第一针是划针，这里是下针纹理，以织下针的形式，将左半针的第一个线圈挑下，不织，完成划针。后面大家对照纹理或者参考图纸，织对应的上下针即可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织完最后一针，小样第3行就织好了。后面的第4到8行，方法与前2行相同，每行开始都要织一针划针，这里根据纹理织对应的划针即可。之后对照纹理编织相应的上下针。可以用起针的线头区分正反面，
起针线头在右侧的一面是正面，在左侧时是反面。按照这个方法一直织完第8行。数行数时，找下针纹理，从最下方一个辫子开始数，一个辫子表示一行。我这里下方有3个辫子，表示已经织完了3行。我这里现在织完了8行，此时完成了一组格子。往下织第2组格子，也就是织第9行。这一行开始需要织上针。这里起始的划针仍然按照下方的纹理对应编织。之后编织5针上针，后面织6针下针。往下继续交替织6针上针和6针下针，将剩余织完。完成后，此时第9行的方法就讲解完了。往下的第10到16行，每行起始对照纹理织相应的划针，之后对照纹理织上下针即可。大家将这几行织完。完成后，此时又完成了一组格子。数行数时，从格子里最下方的辫子开始数。这里前2组格子交错，后面就是按照这2组格子的织法继续编织。注意织下一组格子的第1行时，开始的划针仍然以纹理来编织，之后再参考图纸编织相应针法。这里织完保证边缘都是这样整齐的大辫子纹理。往后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一直织完需要的尺寸。编织过程中需要接线时，可以将2个线头分别留长一点，然后在靠近织物的位置打结。往下编织时，将接头和线头放于织物的反面。这里线头先不处理，最后织完统一收线头即可。最后我用这个小样演示一下收针。这里采用浮针收针的方法，边织边收针。第1针先织1针划针，
然后第二针参考纹理编织，我这里是下针对应编织。完成后，用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并挑下，这样就收掉了一针。继续织一针下针，再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又收掉一针。后面继续织4针下针，并收针。完成后是上针纹理，对应织上针并收针。往后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剩余收完。最后还剩一个线圈，将线圈拉大，下方预留10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，将线头从线圈里面穿过，稍拉紧，往下使用缝针，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的纹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线头收完即可，其余的线头也按照同样的方法收进去就可以。此时收针就完成了。到这里，整个围巾的编织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